老师叫学生上黑板做题，在对方做完回头的时候，趁机撩起短裙，露出被丝袜包裹着的大腿。维奥娜之所以如此大胆，只因为丈夫是做丝袜生意，为了宣扬自己得意的作品，丈夫时常外出，从而完全忽略了妻子的感受。就算回到家中，也只是听音乐、喝闷酒。她开始厌倦这样的日子，期待新生活带给她的涟漪。为此，她辞退了上一份工作，转手接下了一个班级。这个年纪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，充满了叛逆以及对大人世界的好奇心。尤其是学生史迪，上课时不仅用吃过的口香糖当作弹弓使用，还故意趁着维奥娜不注意的空档上课传纸条，就连话题都离不开荷尔蒙。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全部被维奥娜看在眼里。放学时专门留下了他，让他打开那张纸条，并读出纸条上的文字。由于纸条上的内容过于袒露，面对维奥娜的注视，史迪整个脸憋到通红都没法读出口。见状，维奥娜并没有生气，反而看着纸条上的内容笑出了声，玩笑似的回答了史迪这个问题，给足了史迪颜面。正是因为维奥娜这一举动，让史迪开始关注她的生活。每次放学时间，他总是等到最后一个离开，借着打扫卫生的名义从背后偷看维奥娜。或许是他的视线太过于炙热，引起了维奥娜的关注。史迪害羞的当即扭过去头，可他还是迟了一步，小动作全部被维奥娜看到。尽管如此，史迪依旧无法控制探索的欲望，眼神又一次飘到了维奥娜的身上，细细的项链环绕着她的脖颈。史迪当即红了脸，躁动的内心让他无法安心的待下去，匆匆告别了对方。或许是因为这一次大胆的行动，让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颖感。隔天依旧像往常一样留在教室中，趁着翻阅字典的间隙，眼神时不时注视着对方。好奇心的催促下，他主动跟维奥娜搭话。虽然两人之间仅有几句话的互动，史迪也感到了心满意足。为了掩盖这种情绪，史迪不断翻阅着手中的字典，直到心情逐渐平复下来，他才恋恋不舍地将字典放回原处。与此同时，维奥娜就坐在柜子旁边，侧目就能将维奥娜的容颜全部收入眼底，这让史迪忍不住站在她身后频频侧目。灼热的目光让维奥娜察觉到了什么，她忍不住朝着史迪的方向看了过去，碰巧与史迪的目光撞上。因为两人这细微的互动，史迪对维奥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视觉忍不住朝着维奥娜看了过去。就算是下课，他都会在楼下盯着维奥娜的办公室，而这一举动恰巧被窗户里面的维奥娜看到，他忍不住向后退了几步。渐渐的，史迪不再专注于观察维奥娜的一举一动，他开始尝试制造机会与维奥娜亲近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争取到了跟维奥娜一块去图书室拿东西。史迪紧紧跟在维奥娜的身后，眼神死死地盯着的对方，盼望着下一步做出些举动。男孩猛嗅被老师坐过的凳子，残留的余温让他血气上涌。自从史迪开始有意接近维奥娜时，他就无心学习，尝试制造各种与维奥娜接近的机会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次机会，他一路紧张地跟在维奥娜的身后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不小心拽下来的楼梯扶手。一番操作下来，不仅没有修改，还引起了维奥娜的关注。他上前想要帮忙修理。与此同时，男老师走路的声音吓了维奥娜一跳，连忙将史迪推到角落中。下一秒，他就意识到自己失态的行为，转头就要离开这里。可就当他转头时，史迪直接吻了上来。维奥娜害怕，连忙挣脱。因为这一次的机缘巧合，让两人明白了彼此之间情谊。上课时总是心照不宣地看着对方，眼神互动也不由得多了起来。维奥娜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什么长久之计，于是她主动将自己的家庭住址告诉了史迪，想要聊一聊两人之间的事情。当让维奥娜没有想到的是，史迪幽默的性格深深吸引到了她，这是她从没有感受到了快乐。慢慢的，她跟史迪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多，就连晚餐都要邀请史迪共同进食。而史迪也似乎习惯了与维奥娜的生活，将她视为自己的亲人一般，天天光顾她家，一待可以待上好几天。然而就在他开始彻底享受这样的生活时，维奥娜的家门被打开。看着陌生而又高大威猛的男人，史迪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，脸上写满了慌张，下意识地谎称是来家里补课的。男人并没有多想，而是跟史迪聊了家常。史迪却慌了神似的逃了出去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变得胆小，此后的几天时间内没有再出现在维奥娜身边。直到维奥娜生日这天，他才重新鼓足勇气出现。为了给维奥娜眼前一亮的感觉，特地穿了一套不适合她的西装，雄赳赳打开了维奥娜的大门，激动地要给对方一个惊喜。谁料刚打开就看到了男人手拿一束花出现在家中，熟练地叫着维奥娜的名字，并且自然地将花束插在花瓶中。一瞬间，史迪心中萌生了一股愧疚与羞耻感。
他不明白两人如此熟悉彼此的生活，关系却像极了陌生人。好奇心促使他跟男人的关系越来越近，他们像是了认识多年的好友，一起看球赛唠家常。本以为这样可以帮助男人解开心结，没想到史迪的心开始难受不已。他渐渐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开始尝试劝说两人逐渐破裂的关系。听闻史迪的开导，男人也逐渐敞开心扉，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。他将所有的错误都推到了自己身上，因为自己出差次数太多，妻子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然而当维奥娜听到男人忏悔后，她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表示自己早已经做好了离婚的打算。维奥娜的态度让史迪产生了一丝不悦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一直遭受着维奥娜的欺骗，彻底断绝了跟维奥娜所有的关系。但维奥娜却不这么认为，纠缠着他不放。女孩主动带邻居走进了卧室，反锁门后便开始宽衣解带，期待地看着男孩脸部表情。可谁知男孩根本不感兴趣，他只把对方当作妹妹看待。见状，女孩瞬间脸色大变，哭着跑了出去。其实史迪并不是有意伤害女孩，他心中早已经有了行无人之选，只不过对方欺骗了他，他无法接受，便开始故意与维奥娜疏远关系。但维奥娜并不想这么早结束，她开始故意纠缠对方，趁着史迪擦黑板的功夫，故意扯开裙子。看到这一幕，史迪心中莫名升起一股怒火，直接一脚踹翻了讲台，随后转身离开，丢下维奥娜独自尴尬。这一幕也直接激起了维奥娜的怒火，她抓着史迪就来到了杂物间，威胁他不准离开自己，否则他会让史迪无法在学校混下去。叛逆的史迪根本不将维奥娜的话听进去，开始了对维奥娜一系列的报复。而走火入魔的维奥娜也失去了理智，她找到校长，谎称史迪整天旷课，说要将他赶出学校。得知消息的史迪找到校长对质，然而校长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直接处以留学的处分。史迪绝望了，他明白只有拿出真相才能解释这一切。他冲进维奥娜的办公室，搜寻着与两人相关的一切，可最终什么都没有。维奥娜早已经彻底销毁。与此同时，家里传来了一个噩耗，史迪的哥哥因为上前线，因为意外不幸离世。他的父母就像失了魂一样，整日陷入悲伤当中。史迪悲痛欲绝地看着这个家庭，这一刻他仿佛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成年人的世界。他不再纠结于维奥娜的过去。毕业典礼当天，史迪当着众人面朝着维奥娜走了过去，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用挑衅的动作对着维奥娜示威，随后转身离开了。曾经稚嫩的男孩已经荡然无存，而维奥娜也在此刻明白了，他的行为再也无法得到史迪的原谅。两人彻底成为了陌生人。正值叛逆的史迪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，如果没有正确的导师去引导他，那他将无法正确面对的人生。好在他完成了自我救赎，认清了事情的真相，也认清了这个社会的真相，敢于反抗，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。